拆房子，顺便把隔壁家的房子也拆了，是个什么样的体验？老铁们，今天我们出来拆前面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啊，是东家在房东这里买过来的。我们在拆之前，还是问下老板：你这是直接拆吗？啷做？你拿个棒棒啊！为什么我们在拆之前一定要问下老板？是因为今天这个房子虽然不是很高，拆比较好拆，但是啊，有一定的风险。在拆之前呢，一定要问清楚。大家肯定怀疑这个房子有什么风险，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房子虽然东家在房东这里买的，但是只买了右边这几间，左边的那比较高的那一间呢就没有买，所以我们只拆右边这几间。这个房子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是同一时间修起来的，也就是说，东家买的这几间房子和右边没买的那个房子啊，它是连接在一起的，共用的一个墙面。共用的那个墙面我们可以不用拆。但是这个房子的横梁木材呀，是焊在旁边的那个墙体里面的，就有点不好拆。本身最开始东家喊了一个工人，让工人上去把这个横梁木用锯子把它锯断，然后挖机再拆。由于这个房子常年失修，这个木材呀都已经坏了，人不敢上去，所以就冒着险让我们挖机啊慢慢的拆。本身最开始我打算的就是把这个墙体慢慢的搞断。然后啊，那个木材本身有些是坏掉的，就可以自己掉下来，应该伤不到什么的。但是没想到我这里轻轻一挖，整个就倒下来了，就导致啊，把隔壁那个房子搞了一个洞，上面那一片砖基本上全部就凸出来了，有点危险。看到这里，老铁们应该都明白了，为什么在拆房子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这个横梁是直接拆还是人工上去锯一下。最开始老板也是考虑到的，如果说用挖机拆可能会伤到旁边这个墙，所以啊就喊了工人来。但是喊的工人呢又不敢上去，考虑到工人的安全，最后还是决定用挖机来拆。没想到这一拆还真拆出毛病来了。那么问题就来了，老铁们，你们觉得这个责任应该怪在谁的头上？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开拆之前啊，一定要跟老板说清楚，把这个风险呢也告诉他了，而且呢说了不止一次。在这里给同行们提个建议，我们在外面干活的时候，只要你自己认为这个活有一定的风险，一定要把这个风险呢告知老板，让老板自己来做决定。只要不出人命，出现的一些小状况，我们基本上都好推脱，也就不会导致啊最后啊扣我们的工钱，因为啊他没有理由扣。是不是老铁们？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有道理。这个问题也发生了，但是这个房子啊，我们还是要继续建。现在老板正在商量那个墙到底用什么方法去给人家恢复一下。我们就把右边这个建渣给它装在车上拉走。最后拿出来的方案就是在房子里面啊重新修一堵墙起来，先把上面那个梁撑起来。后面的那个横梁，最后东家找到一个吊车来，把人工吊上去，才把那个横梁啊锯掉的。然后在外面再搭一些钢架，把那些凸出来的砖块了全部把它拆了，重新把它修上去。然后啊，再把里面那个墙再拆了，这样还是挺麻烦的。好了，老铁们，今天这个活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后面还有老板找我拆房子吗？平一条30多米长的路收回1600，大家觉得贵吗？老铁们，今天我们出来干一点活。今天我们主要的精神呢，就是把前面这条土路给它收一下，然后啊好硬化。现在是早上的6点多钟，天才刚刚亮。今天我们干活的位置啊有点远，单边路程啊有接近20多公里的山路，在路上我们拖挖机啊就用了将近1个多小时。所以啊，我们天没亮就出发了。为什么这么急？是因为老板让我们早点来，先把这个路面先收一些出来，到时候他们工人上班了来了就可以直接支模到混凝土，这样啊就不耽搁他们的时间。如果我们来的比较晚，他们工人来了就没事干，就在这里玩。这点活呀，今天可能还要加班，所以就喊我们早点出发。
我们刚收出来了，才10来米，他们工人啊就上班来了。现在他们就在边上开始支这个模，为倒混凝土啊做好准备。这一段呢差点泥巴，我们就把挖机开到后面来。这个位置泥巴多了一点，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收回来，把多的泥巴呀收到后面这个坑里面，把它填起来。我们大概平了有20多米，他们工人把前面的模支好了，现在混凝土也搅好了，就开始倒混凝土了。我们把所有的路都平完了，他们工人在这里啊给我留了一条出来的路。如果说他们倒到这里，我这个活还没干完，他们都会把这里啊倒起来，我呀只能从另外一个地方出去。但是另外一个地方出去的话，就会绕很远的路。刚好我这个活干完，他们这里啊也给我留了一点地方。到这里，今天这个活就结束了。是不是这么一点活，我们就收了1600？要是这个钱这么好挣就好了。头天晚上，老板急匆匆的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第2天早上啊又早点把挖机拖过去。我们4点多钟又起床，把挖机啊给他拖过去。今天我们把挖机拖过来，又是干什么活呢？现在啊，我们走的这一条路啊，是另外的一条路。昨天他们硬化的那个路还没有干，车子不能压。今天他们上面有领导下来检查这条路呢，他们之前搞到泥巴把这个路拦着的。今天有领导突然来检查，只有喊我们挖机来呀，把这个路给它挖开。然后等他们检查完之后啊，再把这个路给它拦着。今天我们主要的任务啊，就是干这一点活。这个活呀，总共啊，我们大概也就是10来分钟就搞定了。我们把这个泥巴挖完之后，剩下的就是他们工人再把这个路面上的一些泥巴清扫一下。真的是上面的领导一来检查，下面的人真的是跑都跑不赢了。今天这个活虽然10几分钟就搞定了，但是干完了还不能走，要等他们领导来检查，检查完之后啊，还要跟他回去。所以啊，我们就在这里等了老半天，他们总算是来了。我们是8点多钟把整个路面收完的，等他们呢，大概啊等到10点多钟才来。上来呀，转了可能有20多分钟就走了。当他们刚一走，我们就把挖机开过去，把这个泥巴又挖到路上来，把这个路拦着。肯定有老铁好奇，这个路都挖开了，为什么还要拦着？因为这个工地还没有完工，工地里面呢还有很多建材。目前呢，工地上就有1个人在看管。这个下来的路多了啊，1个人呢就看不过来，就把这个路啊又拦着。昨天我们平路面用了3个多小时，今天用了10几分钟，大概呀也就是3个半小时左右。3个多小时我们收回1600，然后啊拖车来回跑了4趟，一个单边20公里左右，4趟也就是80多公里了。老铁们，你们说收1600贵吗？